在短短数小时的时间里，这个繁华的旅游小镇被彻底的改变。有一些人必定将会对这场灾难比其他人更记忆犹新。勇敢，勇敢！哇哇哇哇！哇！哇！2020年6月，阳朔遭遇了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洪水，街道变成了河流，仅有几条高一点的路避免了大水的涌入。商店、高速公路、家里都浸满了水，让人们在看似安全的家中和被洪水淹没的门外做出选择。水主要从附近的2个水源玉龙河、金宝河涌入到镇上。这个来自摄影师陈燕的360度全景照片显示了阳朔主城区的一个大型十字路口，它所通往的4条主街道无一不受影响。受洪水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是镇上的新开发区，行驶到甲秀桥上的车辆被一一困住，因为两边都长满了大水。救生艇冲过来营救被持续升高的水面困着的人们。现在我们就在视频中的那个桥上，甲秀桥，现在洪水已经退了差不多了。那天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桥面，但是周围全部的东西都在水下面。此次破坏的规模是空前巨大。水位大概这个位置，它1楼全被淹了，然后它现在正在清理。就是洪水过后，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厨房变成这样，因为这是30-40年前建的，全是用泥砖建起来，所以一泡了水就全部倒塌。并不只有老的泥砖房才面临风险，还有救援队，无论是官方的还是自发的，他们全部都游走在街道上，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有些人争先恐后地把车停在高处，而其他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据说一个地下停车场有300辆汽车都在申请保险。 So scared. 这里是另外一个桥，这个桥更严重，被洪水已经冲塌了。现在这里的电还有道路都被阻断了，这里的人没有电也过不了这个桥，所以这个还是相当严重的。远处那些蓝色屋顶的房子上面有一些泥巴留着，所以当时的洪水肯定高到已经超过那个房子的屋顶了，所以才会有泥巴留下来。水一路翻滚肆虐。一个严酷的提醒就是，当自然被激怒时，它将是这个星球上最终极的力量。 I think I reached the end of the trail. 这个高度的无人机画面显示了玉龙河，河水泛滥延绵至几公里外的每一条山谷，摧毁着大量的土地。但附近这里河面的大小就已经扩张到了平时的10倍，而实际受影响的面积还要远远大得多。一位当地的酒吧老板给我们分享了他的看法。我想是气候变化吧，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吧。就是还有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的二氧化碳含量非常高，在氧气里面，就已经不是说大家在环保意识这个上面没有太多的就是去考虑这个我们人类对社会环境的一个和谐跟平衡，他们会制造更多的垃圾。所以我觉得全球变暖对这个事情造成是天气很反常。我是从小看着就是阳朔是怎么样一个变化，但是这几年的变化就很反常，这种气候就是巨热或者就是巨冷，然后巨多雨，然后突然就巨多洪灾，这都是
就是这些环境天气所影响。以前没有，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很难看一次，可能也就看像这样的吧。对，这已经叫我们不叫洪水哈，我们叫涨大水，在本地话就是说，哎，小时候涨一次大水就特别惊喜，那个时候就哇，好难见一次这种啊，是，然后就从08年我印象里面开始有这个东西出现，当时还好，然后08年到17年是9个年头，完了之后从17年基本上是每一年。我们刚在那个桥上看到这里有垃圾，所以过来看了一下，结果想不到这里的垃圾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多。这都是洪水之后人们把垃圾运过来的，作为一个临时停靠点，那里都看不到头。这些像山一样的垃圾只是这次洪水的其中一个影响而已。像这样的场景是灾难过后留给我们最明显的回声。然而我们更应该担忧的是未来有发生更大灾难的可能性。在中国，全国首次开展重点区域自然灾害风险全国调查已经开始。阳朔的这次洪水已经给他们敲响了警钟。那么对你呢？